美国一纸禁令，数亿美元的中美核能合作瞬间冻结，中国核电梦被按下暂停键。2025年6月6日，一条来自路透社的独家报道，再次揭开了中美科技战的冰山一角。美国商务部暂停向中国出口核电站所需的关键零部件和设备，涉及金额高达数亿美元。相关企业包括核能巨头西屋电器和测控设备供应商爱默生。这两家公司在全球核工业中举足轻重，西屋电器的核技术被400多座核反应堆使用，是全球范围内核反应堆心脏的主要提供者。而爱默生在精准测量与安全控制系统方面有着垄断级地位。如今，这两家美企的出口许可证被美国商务部暂停，中国在建的10几座核电项目瞬间陷入半瘫痪状态。从未有哪一次禁令如此直白地暴露出中国在底层科技上的依赖之深。而这绝不是孤立事件。过去2周，美国政府接连发布出口限制命令，除核设备外，连为中国商飞提供发动机的通用电气航空公司也被列入受限名单。GE 的发动机是国产大飞机 C919 的心脏，没了它，国产大飞机可能连试飞都飞不起来。更严重的是，美国还将手伸向了能源领域。美国能源巨头 Enterprise Product Partners 表示，他们计划向中国运送3批总计220万桶乙烷的请求已被美国政府搁置。乙烷是生产乙烯的关键原料，而乙烯是制造塑料、合成橡胶、化纤等材料的核心材料。这意味着，不仅中国高端工业受挫，就连衣食住行的源头原料也可能被掐断。2024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乙烷总量高达680万吨，占全国进口乙烷的 45%。这场突然的掐断，不是中美博弈的升级，而是实打实的扼喉战术。有媒体认为，这轮出口管制的升级是因为5月12日中美双方在日内瓦达成的临时贸易协议已经名存实亡。协议中，美方承诺将对中国产品征收的 145% 关税暂时降为 30%， 中方则将 125% 的报复性关税降低到 10%， 双方勉强实现阶段性停火。然而，这份协议还未生效，就被现实撕得粉碎。5月底，美国指责北京违背协议，未按承诺开放稀土出口，继续加紧军用技术发展。与此同时，中方指控美方滥用出口管制，对正常经贸进行政治打压。6月5日，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再次通话，但外界普遍认为这场通话毫无实质成果。6月6日，禁令紧跟而至，成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可信度的强烈反击。这也不是美国第一次出重手打击中国的核心科技。早在2019年，美国就曾禁止华为采购高通芯片和谷歌服。2020年 ，TikTok、微信被美国政府封杀。2023年，美国全面限制高端 AI 芯片对华出口，而到了2025年，禁令从上层芯片全面延伸到底层工业设备，唯独已无死角。对中国来说，核电不仅是能源战略的重要支柱，更是自主科技的象征。在双碳目标指引下，中国原计划到2030年实现核电装机总容量达200千兆瓦以上，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纷纷启动新一轮核电建设潮，预计未来5年投资总额将超过1万亿元。2023年，中国启动核电新项目11项，总投资1450亿元。2024年又追加超过2000亿元的新项目预算。但这些核电计划有一个共同点：核心零部件、控制系统、燃料组件大量依赖美国技术和设备。例如，中国多座正在建设的华龙1号核反应堆就依赖于西屋公司的 AP1000技术，测控系统、泵阀、
传感器也多从美国进口。即便是国产化率宣称已达80%的项目，真正不可替代的关键环节依然掌握在美方手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玉方早在2022年就曾警告，中国核电设备70%的系统能够自主生产，但关键的传感器、软件、算法、安全模块依然严重依赖进口。现在，随着出口禁令的实施，国产核电项目的长梗阻正式爆发。专家预测，如果美方长时间维持出口禁令，中国多地核电站将因核心组件短缺而停工延期，投资方损失恐超数百亿元。这一波科技围堵并不是一次性的敲打，而是长期战略的铺陈。核电封锁只是冰山一角，美国此次制裁范围远远超过核能领域。根据路透社掌握的材料，美国近期还限制了对华出口液压油、电控系统、一代软件、电子设计自动化等核心工业物资。尤其是一代软件，中国芯片设计绕不开的卡脖子技术，美国几乎垄断了全球90%以上市场份额。这些软件由 Cadence、Synopsys、Mentor 三大巨头垄断，没有他们，中国的芯片连图纸都画不出来。而这类制裁正逐步扩大。2025年5月起，美国商务部将 AI 芯片研发相关工具列入许可名单，包括 AI 模型训练所需的高性能 GPU 和算力平台。美国还建议其盟友日本、荷兰、德国同步扩大对华技术警戒线，防止关键科技间接出口至中国。北京过去3年大力宣传国产替代、科技自立自强，打造华为奇迹、C919成功首飞、北斗全球组网等形象，但现实远不如宣传海报那样光鲜。根据中科院发布的2024年中国高技术依赖度白皮书数据，在通信设备领域，中国对美依赖度仍高达52%，在一代软件领域依赖度为98%，在高端数控机床方面依赖度为89%，在 AI 芯片算法框架如 TensorFlow 方面依赖度高达95%以上。而这些数字背后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正在用肉身撞击科技封锁的高墙。2024年，仅半导体行业就倒闭了超过3200家企业，国内 IC 设计公司近半停摆，大量项目被迫转型、裁员或解散。AI 创企融资从2023年的920亿元断崖下滑至2024年的290亿元，跌幅高达68%。失去技术进口，也意味着中国科研和就业生态面临塌方式冲击。多所高校的核工程、材料工程、半导体工程专业被曝课程无法继续，因设备采购计划被搁置，相关实验室濒临停摆。2025届毕业生中，理工科失业率突破历史新高。根据智联招聘数据，电子工程类毕业生就业签约率不足42%，和工程类更是低至36%。这场看似技术性的制裁，其实已经是对中国科技未来的一次精准打击。中国这些年在国际科技舞台上一路高歌猛进，却忘了一件事：真正的核心技术永远掌握在别人手里。美国一纸禁令就足以让上万亿产业停摆，让核能强国梦、大飞机梦、科技自立梦统统打回原形。而中国民众、中产、小微企业将是这一切成本的真正承担者。这不是冷战，这是赤裸裸的冷血脱钩。不是竞争，是一场科技绞杀。别再说国产替代那么轻松了，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而中国人已经身处战场中央。